段芊芊却一本正经地道：“战总，再见了。”战印绷着脸不说话，段芊芊就喜欢他冷峻的样子。他跟在父亲身边，见过不少老总以及富二代，第一次见到像战印这般优秀的男人。他不看战印的经商手腕，只看战印的外表，俊美俊冷，一见便激出了他的征服欲。他想征服这个男人吧。段芊芊也不介意战印说不说话。等父亲和战印说了再见后，他跟着父亲走向他们的车子那司机拉开了车门，父女俩上了车。段总按下车窗，再次向战印挥手说再见。战印向段总挥手。那段总的豪车很快驶离了管城大酒店。芊芊，你刚刚对战总做了什么？他的脸色就一下子就沉了下来。段总按上车窗后，偏头问着宝贝女儿。他结婚几十年，因为他身体原因，只生了段芊芊一个孩子。就是这个女儿也是他看了无数医生，吃了无数的药调理，才让妻子怀孕生了这个宝贝女儿。女儿像他就打小就各方面都很优秀。段总疼爱女儿入骨，也很信任女儿。庞大的段氏集团以后是要交给女儿接管的，故而每次出来谈生意见客户，他都会带着女儿，等于是手把手教着女儿的。爸，我对战总一见钟情。段芊芊的话让段总想吐血，他忍不住用手指戳了戳女儿的额头。战总已婚，你喜欢谁不好，喜欢战印。他的传说你又不是没有听过，你不要看他长得好看就沉迷，他在女色上有点寡淡，在他妻子之前就没有人能打动他的心。现在结婚了，他忠于婚姻，对他太太是极度宠爱的。你喜欢他，那是自讨苦吃。段总提醒着女儿不要喜欢战总，他不适合你，你也拿不下他呀。你若是喜欢战家的男儿，换一个二少。不行了，战二少已有未婚妻，除了战总和战二少爷，战家那几位少爷你随便挑一个都可以。段总也欣赏战家的男儿，主要是战家财富雄厚，比他们段家更富有。段家与战家若是结为姻亲，那是强强联手。战家男儿的品性也是极好的，女儿若是嫁了战家男儿，他也不用担心女儿守不住段氏集团，有战家当靠山，女儿就能顺利的从他手里接过担子。战大少奶奶就是一乡巴佬，长得是漂亮，各方面却是配不起战总的。就算有个有钱的大姨又如何啊？那商家的家产会给他吗？段芊芊不服气地说道，以前我是听说战总不好相处，今晚见到他本人后，我觉得他挺好的呀，彬彬有礼的，虽然冷漠了点儿，又不是捂不热他。海童都能捂热他，我还不比不过海童那个乡巴佬。芊芊，段总厉声的叫着女儿的名字，马上掐掉你这个念头，不要再打战总的主意。你若是这样想的，以后爸都不带你出现在战总的面前。爸，你不觉得战总给你当女婿很适合吗？段芊芊挨近父亲，挽上父亲的手臂，撒着娇说道，人家是真的喜欢战总吗？没有看到他真人，我都不知道我也会对一个男人一见钟情的。爸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我就喜欢战总，你的女儿这么优秀，也只有战总配得上你女儿呀。爸，你和妈说过，只要我想要的，你们都会想尽办法弄来给我的。我要嫁人就嫁最优秀的男人，战印就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男人。段总一脸黑线。战印不知道段家父女在车上说着什么，他在段家父女走后，抬脚就朝自己的那辆劳斯莱斯走去。保镖团跟随着啊，一路上呢，战印都不说话。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阿七扭头看了几次自家大少爷。阿七，你刚才看到了什么？沉默着的战印忽然开口问道。阿七想都不想就答道，我看到段秘书勾了一下大少爷的手掌心。说完后，阿七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，又赶紧改口，不，大少爷，我什么也没有看到，真的
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大少爷这么优秀，很容易就勾走年轻女性的芳心。为了不惹麻烦，大少爷这么多年来都带着他们在身边，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不让年轻的女性接近大少爷。哎，没想到今晚会出了点意外。段秘书看大少爷的眼神，那是司马昭之心呀。以后不要让亲人以外的年轻女性出现在我3米之内。战印觉得自己还得像以前那样，把亲人以外的年轻女性聚在3米以内。他以为他和海童的婚姻人尽皆知了，就不会有人再打他的主意。他错了，还是有人无视他已婚的身份，企图撩拔他，勾引他。他要是能被勾引，那就不叫做战印了。就能撩拔他的女人只有海童。是，阿七赶紧应着，随即又向战印保证：大少爷，我不会在大少奶奶面前乱说的。战印冷冷地瞪着他，我知道你不想变成哑巴。哎，阿七头皮都紧了紧，他是不想变成哑巴，所以他绝对不会在大少奶奶面前乱说的，也轮不到他说吧。大少爷不敢瞒着大少奶奶任何事的了。他敢说回去后，大少爷保证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少奶奶。有人肖想大少爷，让大少奶奶看好自己的男人。20分钟后，战印的专车驶入了别墅，看到2楼还亮着灯，战印就知道老婆大人还没有入睡。在明叔迎出来时，战印问明叔：大少奶奶还没有睡？大少奶奶还没有睡，在书房里，让我们没要紧的事不要打扰她。战印抬脚往屋里走去，明叔照例问着阿七：大少爷没有遇到不开心的是吧？阿七欲言又止。明叔的心一揪，看着阿七，低声问：发生什么事了呀？明叔：我不想变成哑巴。你别问我了，问司机大叔吧。司机边下车边说道：明叔，我什么都没有听到，也没有看到。还是司机大叔聪明呀，他现在天天上午都是接送洋洋，只有下午和晚上才回到大少爷的身边。自我感觉没有以前醒目了。明叔，我也是什么都没有听到，更没有看到，我回去休息了。阿七最终不敢说出大少爷被客户的女儿看中，还被撩拨，赶紧一溜烟跑了。这臭小子！明叔骂了阿七一句，视线投向了司机。司机边打着呵欠边说道：明叔，我是真的没看到，也没听到大少爷说啥，我只顾着开车。明叔，很晚了，我也回去休息啦，晚安。司机说完大步离开。那其他保镖压根儿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与大少爷同坐一辆车的人是阿七。阿七不说，他们一般都不知道。明叔无奈只得回屋里去。战印并没有在1楼逗留，已经上楼。他来到书房啊，轻轻地敲了敲门。海童可能是忙得太入神了吧，没有听到外面的动静，不知道战印已经回来。听到敲门声，以为又是明叔来劝他休息。他应着外面的人：明叔，我很快就会去休息的。书房门被推开，战印从外面走进来，听到熟悉的脚步声，他抬头看去，看到是战印，他再看看时间，然后开始操作着电脑。把电脑关了之后，起身迎向丈夫回来了。战印走到他的面前，眼神深沉地看着他。海童与他对视着，心里奇怪，就他已经很久没有用这样的眼神看他了。刚结婚那会儿，彼此不熟悉的时候，他才会用这种深沉的眼神注视着他，总是让他摸不着头脑。战印，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海童好奇地问着他。下一刻呢，他就被战印有力的双臂搂入了怀里，被动地窝在他强健的怀抱里，闻着他身上熟悉的气味，感受到他心脏强而有力的跳动，就也能体会到他对他的在乎。那他最近好像没有做出过让他害怕的事情吧？情书他想要呀，他也写过给他了，还特意在网上搜了很多优美的诗词抄上去呢。没办法，他实在不会写情书，以前没有写过，没有经验。
就除了会写我爱你就不知道写什么了。哎，写给他的第一封情书总不能3个字交代了吧，所以他才会去网上抄了些诗词，整出了一封过千字的情书给他。他收到并看过后再也没有教他写情书了，然后他也给他量制了很多新衣服，1年4季的都有，也送了他一块新手表，几乎每天都会送他一点小礼物，按理说把他哄得很好的吧。哎，这现在是咋回事呀？海童就仰头看他，老公，你怎么了？海童柔声问道，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了难题？跟我说说，虽然我不如你厉害，不过3个臭皮匠胜过1个诸葛亮。你跟我说说，说不定我能帮你分忧解愁。战印缓缓地摇了摇头，不是工作上的事呀。哎，海童美眸闪烁着，再问他，那是什么事啊？你倒是说呀，咱们是夫妻，没什么好隐瞒的。你也说过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瞒着我的。老婆，战印低沉地开口，我被人撩拨了。他目瞪口呆的，哎，听错了吧？有人敢撩拨战印？他在外面整天板着一张棺材脸，周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，出入都有保镖团跟随着，就不让陌生人随便靠近他，怎么可能被人撩拨？除非是男人。海童这样想，也这样问的，是不是男人？对方是同志，看上你了啊？他觉得只有是同性，他才会允许别人挨近他，对方才有机会撩到他。战印默了默后，声音依旧低沉，是个女的。我今晚和客户谈生意，段总，就是段总的女秘书，也是他的独生女儿。他借着和我握手的时候，勾了我的手掌心一下。说着，战印松开了拥着他的手，举起了那只被段芊芊勾了一下手掌心的右手，对着妻子控诉着，老婆，就是这只手被他勾画了一下手掌心。海童看着他委屈又嫌弃的样子，觉得好笑又有点可气。夫妻俩虽说还没有办婚礼，但是早已官宣，谁不知道他们是合法夫妻？哎，居然还有人打他的主意，触及他那张俊脸，再看他一身的西装革履，成熟、沉稳、精明、干练，形容事业有成的词语用在他身上都适合，浑身上下散发着尊贵的气息。这么优秀的男人本身就是一块磁石，走到哪里都能成为焦点。有人像他一样爱上他，喜欢他，太正常了。没有人喜欢他，那才是不正常的。人大都是喜欢美好的，就他很美好，就招人喜欢了。海童拖着他右手，看着他的手掌心，笑道，我帮你洗洗手。战印不说话，默许了。海童拉着他进了洗手间，按了点洗手液放在他的掌心，帮他反复搓洗了数次后，再在洗手盆上反复清洗。好一会儿，他说道，洗得干干净净，不留一点痕迹了。战印的俊脸还是绷着，拉着他出去，在书房里的那套沙发上坐下来。海童偏头看着他，还在生气啊？他摸摸他的脸，摸着摸着又捏了2把。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长得太好看就容易成为祸水，容颜天生的又不是整成的。我能怎么着？总不能因为一些贱人，就自我毁容吧？当然不能，干嘛要为了别人自我毁容呢？海童拉起他右手，在他手掌心亲了又亲，说道，我帮你抹掉那个女人的痕迹了，别一脸的嫌弃了，总不能把右手掌剁了吧？话说那位段小姐吧，胆子也够肥的呀，连你都敢撩拨一下。你身边不是有阿七他们跟着吗？平时与你谈生意的一般都不是年轻女性呀。谁都知道战印的禁忌，想与他谈生意的老总们绝对不会带着年轻漂亮的秘书过来，大都是带着男秘书或者是自己的太太。我已经结婚了，谁想到有妇之夫都不安全。海童笑，有妇之夫才更不安全。你们成熟、沉稳、事业有成，不少小姑娘就喜欢你们这种有魅力的大叔，喊着追求真爱的口号，
不顾别人有妻室，插足别人的婚姻。说到后面，海童敛起了笑容，说了一个他们都知道的，周鸿林和叶佳妮就是很好的例子。当然了，这也不能完全怪叶佳妮吧，周鸿林才是最大的错。现在叶佳妮遭到报应了，周鸿林还没有呢。战印就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说道：“老婆，我不管，我是你的，以后你得罩着我，不能被别人再染指我。好好好，我罩着你，以后只要你应酬，我都陪着你，向所有人宣示我的所有权。战印只能是我海童的，谁敢抢我海童的男人，我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。哎呀，老婆，你这话说的好像在哄孩子一样，那你想让我怎么说吗？”那战印又不说话了，海童在他脸上香了一口，然后搂着他上半身靠在他的胸膛上，声音娇软：“老公，别生气了，我说到做到，以后都陪着你应酬，就不让别人再肖想你。其实我压力才大呢，你这么优秀，我与你的现实差距那么大，在很多女强人的眼里，我是配不上你的，他们瞧不起我，总想着取代我的位置。咱俩在一起后，我是没有遇到情敌，但当我有了情敌，我的情敌必定是很厉害的，我得使出浑身解数才能守住你。那要是守不住了，他就放弃，你是不是想着，万一守不住了，就把我拱手让人？不愧是夫妻。”战印对这个小女人的心思是摸得一清二楚的。海童在心里腹诽一句：“这家伙会读心术吗？”嘴上却是连连否认：“怎么可能？我的男人，我岂肯拱手送人？不过你若是不喜欢我了，喜欢了别人，那就不必争了，咱们好聚好散，离了婚也还能做朋友。曾经有过美好，他不想离婚后成为仇人，所以呢，他若是像周鸿林那样在外面有了喜欢的人，认为是他的真爱，他不想吵不想闹，和平分手，成全他。他又不是少了男人就无法活下去，离了他，他依旧能快快乐乐地活着。”战印在他脸上咬了一口，咬得他有点痛。童童，我的心很小的，只装得下一个你，这辈子我都不会爱上除了你以外的女人，你也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。别人不是我，怎么知道我和你在一起快不快乐？那幸不幸福？婚姻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别人觉得你配不上我，我觉得你配就配。战印说着说着就堵住了他的烟唇，与他唇舌纠缠一番后，把他抱了起来，回他们的房间去。这是个充满激情的夜晚。隔天呢，朝阳东升，又是新的一天。战印醒来的时候，就习惯性的摸摸身边，没摸到人，海童比他先起来。那他坐起来，看着身边的枕头，嘀咕着昨晚喊着累了，求饶，今天却比我早起，又是骗我的。白天夫妻俩都有自己要忙的事情，他才饶了他。要是周末的话，他总要吃一餐饱才肯放过他。滑下床，战印本想去拉开窗帘的，看到床头柜上放着一只信封，他拿过信封，从里面拿出一张纸，纸张的最顶端写着情书。战印顿时笑了，海童是不会写情书，他的情书就是抄诗，不管适不适合，觉得诗句是与爱情有关的，他都抄了过来，整成一封大杂烩交给他，看得他哭笑不得的。不过这一次的情书倒是没有抄诗，而是写着：战印，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。就一句话，至少是他最真挚的感情了，胜过他抄来的满纸优美的诗词。这信纸背后还有字，他翻过来看，上面写着：我在外面晨跑，等会儿一起吃早餐。战印心情愉悦地把信纸折叠起来，塞回信封里，然后拉开抽屉，把情书放进抽屉里。他起身走到窗前，拉开了厚重的窗帘，阳光一瞬间就照进来。夏天
早上的太阳都让人觉得刺眼。炎热的夏季过去，就能迎来凉爽的秋天，也是他和海童举行婚礼的日子。那战印更期待的是他和海童爱情结晶的到来。大师很肯定地告诉小夫妻俩，他们的爱情结晶是秋天来报道的。不到时候，任凭夫妻俩再恩爱，孩子都不会来。风尘集团的叶君博现在有了一双儿女，着实让战印羡慕啊。等到孩子满月，他会带着穆晴过去喝满月酒，百日宴他们也要去，周岁他们依旧去呢。战印想着，要不他就跟叶君博提一提，他给2个孩子当干爸，沾沾叶君博的喜气，看看他和海童能不能也生一对龙凤胎。就不能生龙凤胎，能生个女儿也好呀。这是他们整个战氏家族的心愿，就盼着海童能一胎得女呢。当然战印不会在海童面前说这些，每次提及孩子，哪怕是提到别人的孩子，海童都会想到他自己。结婚这么长时间，和战印也是恩恩爱爱的，床单滚了无数次，愣是没有滚到一个孩子。特别是沈小军在蜜月期间就怀上了，更让海童压力山大。众人在他面前都不敢多说一句孩子的事，就怕他又钻牛角尖。战印担心老婆大人钻牛角尖，才会允许他那么忙的。就忙起来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去想孩子的事。战印看到了他的爱妻，穿着运动服、运动鞋在院子里跑步。他绑起来的长发随着他的跑步左右飘荡着，战印的视线就追随着海童的身影。片刻，他旋身离开了窗前。那不久后呢，他也换上了运动服，然后下楼去。海童跑了2圈，本打算回屋里去的，看到战印出来了，他笑着等他近前。我本来想回屋里去的，要不再陪你跑2圈？洋洋起来了吗？战印与他并肩慢慢地跑着，边跑边问起外甥的情况。还没有吧，我起来的时候他还在睡。战印嗯了一声，又问他等会儿要一起去医院看看东明吗？陆东明是不想见他们，就战印还是天天都要去一趟医院。多年的朋友铁哥们呀，在陆东明没有完全康复之前，战印都要去看他的，是真的关心陆东明的伤势，真心盼着陆东明快点好起来啊。海童没有多想，说道：去啊，我姐现在有空就去医院照顾陆总，是陆太太求他的。战印不觉得意外，陆东明现在这样子，陆太太悔的肠子都变青了，能让陆东明好起来，哪怕让他跪下求海玲，他都愿意的。东明肯见姐吗？战印关心地问道。我没问，不过我姐要是决定照顾陆总，她总有办法进入病房的，赖都会赖进去。不愧是亲姐妹啊，海童对自己姐姐就是很了解。战印嗯了一声，希望东明不要再钻牛角尖，早日康复。想到以前的陆东明，再对比如今的他，战印倒也能体会理解陆东明的心情。那换作是他估计都很难重拾信心。会好的，海童对他说道，咱们再跑2圈，等会儿洋洋起来，一起用了早餐呢，再让阿七送他去上课。很快就暑假了，到时候我的书店也会关门2个月。老公，暑假有什么想法？他往年放暑假时会出去旅游，领略一下祖国的这大好河山。暑假是针对学生们来说的，我是上班一族，没有暑假呢。战印边慢跑着边笑道，你若是有想去的地方，跟我说，我现在就开始加班加点，暑假一到就可以陪着你出门。是哦，我现在也忙得很，不像以前，那学生放假我也放假。海童跑了几圈有点累了，改用走路的。他说道，到时候再说吧，洋洋现在有3岁了，我想着带他出去开拓眼界，暑假结束后他就是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了。你想好了，咱们就安排好时间。还有，
咱们要去几次 A 市？叶总的2个孩子满月，我们肯定要去一趟，百日宴也要去一趟，咱们多去几趟啊，沾沾他们的喜气。战印觉得自己和叶君博走的路差不多的，现在叶君博拥有了一对龙凤胎，说不定他以后也能拥有一对龙凤胎呢。放心，我记着呢。礼物都准备好了，给2个孩子打了金锁。海童加了慕晴的微信的，慕晴把2个小宝宝的相片发给他看过。虽说呢，瘦瘦小小的，他看着都觉得很可爱。婴儿又是一天一个样，隔几天，他就让慕晴发一次相片给他饱饱眼福吧。我跟慕晴预定了，我是2个孩子的干妈。战印笑，就知道他会这样做。夫妻俩结束晨跑后呢，回到屋里，洋洋已经醒了，他自己换掉了睡衣，衣服穿得乱七八糟的，好歹是自己穿上去的。那鞋子也是他自己穿的，倒是没有穿反。小家伙的动手能力不错啊。小姨姨丈看到小姨回来，他软软的叫了一声，走到战印跟前，仰头伸手软软的叫着姨丈抱抱。战印弯腰抱起他，小家伙立即把头枕靠在战印的肩膀上。姨丈的怀抱很温暖，安全感十足，也有爸爸的味道，他就越来越喜欢姨丈的怀抱。彤彤，洋洋是不是发烧？我抱着他，觉得他身上很热。战印轻推开洋洋的小身子，方便他摸洋洋的额头。摸了洋洋的额头，感觉体温是有点高。他这样一说，海童连忙也摸一下洋洋的额头，体温是有点高。他问外甥洋洋，你有觉得不舒服吗？洋洋眨着眼，却不会形容自己的不舒服。平时叫喊都是很大声的，今天软绵绵的，肯定是不舒服。彤彤，你去拿体温计过来，帮他量量体温。不用他说，海童已经去拿体温计过来，帮洋洋量体温。数分钟后，战印就从小家伙的腋下拿出了体温计，递给海童。海童举起体温计一看，说道：38度3，真的发烧了。摸他的额头，觉得体温不是很高。一测体温都这么高了，我上楼去换衣服，马上带他去医院看看。我打电话给老师，帮他请假。海童边说着边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武馆的老师，帮洋洋请假。战印说道：你先别慌，物理降温看看效果，再通知家庭医生过来瞧瞧。也可以。海童扭身去给外甥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洋洋，来喝杯水，发烧要多喝点温开水。洋洋窝在战印的怀里，没劲的样子。海童坐下来，端着水杯让洋洋喝水。洋洋喝了小半杯就不想喝了。洋洋，吃点粥好不好啊？洋洋点头。海童起身，先去拿来一贴退热贴帮洋洋贴上，再去盛了一碗粥喂洋洋吃粥。因为不舒服，洋洋吃了半碗也说不要了。海童怎么哄他，他都不肯再吃。洋洋发烧，海童虽说不是当妈的，但小家伙出生后都是在他的照顾下长大的，姨甥感情并不输于母子之情。他着急，一会儿让洋洋喝温开水，一会儿又抱他上楼洗温水澡，隔上半个小时就给洋洋量一次体温，看到温度没降多少，他就更急，然后又去家庭药箱里翻找退烧药，拿来美林，再次帮洋洋量体温，体温降到了38度，他又放下了美林，暂时不给洋洋吃药。战印看他那着急的样子，吩咐明书通知家庭医生过来。期间沈小军没看到海童去书店，发信息问他，得知洋洋发烧。沈小军回复海童，好好照顾洋洋，店里有我呢。他是以为好友出什么事了才会问一问的。海童暂时还没有告诉姐姐呢，就免得姐姐担心吧。现在姐姐也挺忙挺累的，就要顾着任你食的生意，还要去医院照顾陆东明。等家庭医生看过啊，洋洋退烧了，再跟姐姐说一声呢。彤彤，你先去吃点东西。战印说道，
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吃早餐啊？行，我先去吃点东西，再来替换你。洋洋不舒服，就粘人不肯下地玩，放他坐在沙发上，小家伙都扁着嘴。战印只得一直抱着小家伙，海童用最快的速度填饱肚子，然后替换了战印，让战印去吃早餐。很快家庭医生来了，他给洋洋看过后说道：宝宝着凉，感冒了，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。大少奶奶，宝宝现在体温是多少度？刚才洗了温水澡后，我想喂他吃美林的，量了体温，降到38度了，我就没有给他吃美林。现在不知道，摸他的额头，感觉体温又降了点。海童回答着医生，他重新拿起体温计，帮洋洋量体温。家庭医生说道：大少奶奶，我给孩子开点药备着，物理降温能完全降下来，可以先不吃药，要是降得不彻底，反复发烧，体温超过38度5，就喂他吃点药。明天呢，我再过来看看吧。现在不用给他吃药吗？海童问道。战印接话，能不吃药尽量不吃药，凡药3分毒，一点小问题就吃药输液，有了耐药性以后挺麻烦的。海童也知道能不吃药尽量不吃药，不过每次洋洋不舒服，他和姐姐都是很紧张，很着急，恨不得孩子马上好起来。故而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孩子去看医生，输液吃药。数分钟后，他拿出体温计，看过后略松口气，说道：现在是37度8，小姨，我想吃饺子。温度降了点，洋洋就有胃口了。他离开小姨的怀抱，提出想吃饺子。好啊，咱们吃饺子吧。海童又问着家庭医生田医生，洋洋物理降温能降下来，暂时不用吃药是吧？暂时不用吃药，洋洋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估计就是晚上吹空调，踢了被子着凉了才会感冒发烧的。海童放下心来，田医生给洋洋开了1天的药，又交代了几句才离开。那在洋洋吃着饺子时，海童才给姐姐打电话呢。那此时海玲已经在医院里了，那陆东明依旧吩咐着保镖把海玲挡在门外。海玲像昨天那样借助卓露太太的帮助，像个无赖似的，大摇大摆地赖进了陆东明的病房，把买来的花束放在陆东明的身边。那家伙立即就抄起了花束扔在地上，冷冷的道：扔出去吧。海玲放下了保温饭盒，里面盛着他今天给陆东明熬的骨头汤。眼看陆东明又要伸手过来打翻保温饭盒，海玲赶紧把饭盒推到了最边缘，那样陆东明就够不着了。他才弯下腰去捡起那束花，在床前的椅子上坐下来，说道：你不喜欢这束花吗？很漂亮呀，我去春暖花开买的，他那里的花都很漂亮。不喜欢扔了，不要拿进我的房间，我闻不得花的香味，臭死了。我觉得好香，等会儿我出去买只花瓶回来，把花插在花瓶里，臭死你。你不想被臭死的话，就老老实实的养伤，不要再折腾你身边的人。花香一点都不臭，要不我买几个榴莲回来熏一熏花香味。陆东明瞪着他，海玲故意说道：你要是不好好养伤，早点康复，我就天天在你病房里放几个榴莲，再放几束花，熏死你。那陆东明黑着脸不说话，那他最不喜欢吃的就是榴莲了，就闻着那种味道都觉得臭。他看看保温饭盒，他就是移到最边上，他就无法拿到了，因为他腿脚不便啊，他就是这么没用啊。大家都激励他，让他好好养伤，医生说他康复的几率很大的，却没有说100%呀。谁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康复？那要是他一直康复不了，他就像此刻那样，想把保温饭盒扫倒在地上，都办不到。那保温饭盒就像长了嘴巴一样，正在取笑他看饭盒不顺眼，却又干不掉他。陆东明正想发怒，海玲的手机却响了起来。
他看到他接听电话，听到他叫着彤彤，知道是海童打来的电话。在海童听电话的时候，他的注意力并不在他身上。陆东明才敢卸下所有伪装的冷漠面具，贪婪的就看着他。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恨不得一天24个小时都和他在一起。他不想见海玲有10几天的时间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呀。没有人知道他有多想他，这样对待他，他有多痛苦。昨天他是来照顾了他半天，陆东明都觉得不够，知道他今天还是会过来。昨晚他依旧想他，想未来的路怎么走，想得失眠。啊，洋洋发烧了，医生怎么说呀？洋洋发烧了。陆东明眼底有着心疼，肯定是海玲花时间照顾他，没有时间照顾好洋洋，洋洋才会生病的，都怪他。等海玲结束通话后，陆东明已经压下了情愫，但冷地问他洋洋怎么发烧了。你回去照顾他吧，不用来我这里。可能是晚上吹空调着了凉，彤彤和战印照顾他，现在已经退烧了，都不用吃药。战家的家庭医生给他看过，也开了药备着，说物理降温能降下来就先不用吃药，要是反复的话再吃点药。洋洋每次发烧，他都是火急火燎的带去医院看医生。为吃药就没有试过物理降温。这一次洋洋感冒，有战印在旁边，他是建议先物理降温的，体温没有超过38度5，他认为都是先物理降温。海玲觉得妹夫带娃挺有经验的，哪怕平时看上去很严肃，却是个喜欢孩子的男人。就是自己的妹妹现在还没有动静，他担心着，却不敢在妹妹面前多说孩子的事。陆东明听到洋洋已经退烧，放下心来，但还是说道：“你回去照顾洋洋，我这里不需要你。”末了，他又恶声恶气地补上一句：“看到你，我心情更加不好，不想看到你。你现在就走去照顾你的儿子去，洋洋有彤彤帮我照顾，我很放心呢。等下班后，我再过去看洋洋吧。”海玲拿过了保温饭盒，笑眯眯的道：“陆总不想看到我，我却想看到陆总呢。看到陆总代表我在上班，上班就能赚到钱，1个月30万的工资，比我开店还赚。我现在挺缺钱的，不可能放着这样的高薪收入不要。我还要赚钱买房，供洋洋上学。洋洋9月份上幼儿园，你也知道的，他上的是管城最好的幼儿园，1年的学费都要6位数。虽说我还有点存款，但赚钱的速度比不上花钱的速度。还好陆太太给了我这样一份工作，1个月的收入差不多是我儿子1年的学费。有了钱，我还想换一辆贵一点的车，舒服一点，还想扩大生意。计划太大，需要的钱太多，所以我要努力赚钱。他就是过于坚持自力更生，不肯接受嫁入豪门的妹妹的帮扶，才会这么累的。